他在坐公交时突然收到了自己的即时偷拍视频，镜头里正是他此刻低头看手机的侧脸，由此可见偷拍者就在他的身边。他急忙环顾四周，感觉谁都可能是那个偷拍者，可没人露出半分破绽。就在这时，他又收到了一条短信。到了公交站台后，沙尔匆匆下车，慌不择路地朝家狂奔。这人已经给沙尔发了好几个月的偷拍视频，在此期间，沙尔换了9个电话号，报了无数次警，可仍旧没有找到那人到底是谁。他就像一个幽灵，悄无声息地入侵着沙尔的生活。不过今天显然不一样了，刚回到家，沙尔就收到了第2条短信。这显然是一条死亡警告。把门锁好之后，沙尔思来想去都没明白偷拍者的意图。偷拍者这时却又发来了一条视频，上面先显示着沙尔走回家的画面，接着就切换成了第一视角，这次则是偷拍者直接走到了沙尔家的门口。沙尔赶紧来到窗边，想看看偷拍者是否还在那里。第3条短信发了过来。第2天，警局接到报案，网络犯罪中心的图灵警官被派遣到沙尔家做 IT 侦查。来到现场后，图灵了解了沙尔的基本情况。沙尔今年41岁，并且离异，失踪时间大约为12个小时。最近因为压力过大请了病假，因为沙尔最近不停报警说有人跟踪他，所以警局才派来图灵帮忙追踪沙尔的下落。报案人是沙尔的前夫，昨晚9点他送女儿来沙尔家时，发现沙尔不见踪影，所以才报警。在家中搜查后，警方并没有发现沙尔的手機。Jeg hørte eksmanden tale med betjentene før. Ja, datteren fandt åbenbart sin mor i seng med en anden for 8 måneder siden. Og så er det også godt ud af med diverse Tinder-dates. 了解这些情况后，图灵来到沙尔的卧室勘察现场。在桌上，他发现了抗压力的药片，抽屉里则放着小刀和辣椒喷雾，这些足以证明沙尔处于高度的精神紧张中。就在这时，沙尔的女儿出现在了门口，她给图灵提供了几条关键信息。沙尔每次有事外出都会和女儿说，根本不会不告而别，而且有人在警察来之前曾经来过沙尔的家。因为沙尔从来不收拾厨房，一直以来全都是由女儿打扫，这次厨房却变得异常干净，足以看出有人来过。这种反常识的现场清理不是嫌疑人为了销毁证据，而是他极致掌控欲的展示。他能随意进出受害者的私密空间，甚至替他整理家务，以此宣告自己对受害者人生的绝对掌控，是典型权力型连环作案者的标志性行为。还好沙尔的平板被留在了卧室。图灵在破解平板后，发现了大量偷拍者发给沙尔的视频和信息。当翻到最後，也就是沙尔失踪时，他们发现了一首短信编辑的儿歌。Tælle til 1 og tælle til 2. Trætte af lege, jeg finder dig sol. Hvem leger gemme? Ingen svar, men flere rim. Tælle til 3 og 4 er nemt. Spreder hun benene, når hun bliver klemt. Tælle til 5 og tælle til 6. 接下来就是那3条短信了。图灵当即就对偷拍者的 IP 地址进行了追踪，但发现这些邮件都来自东欧，他暂时还无法追踪到。诡异的是，这 IP 地址曾被其他案件登记过。2年前，19岁的女孩艾玛也是被人跟踪后不幸离世，到现在都没找到作案者。图灵对上级提议并案处理。他不知道的是，失踪了12个小时的沙尔就在对面的房子里。看到图灵这个前来调查的警官，沙尔使出全身力气想要弄出动静，奈何偷拍者不给他任何机会，直接就把沙尔弄晕了过去。回到警局，图灵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上司，上司对此提出了疑问，为何同一名作案者会去针对一名19岁的女学生和一位41岁的离异设计师？2位女性的背景截然不同。而且艾玛在离世前除了被人跟踪，并没有收到舒尔哥的短信，现在还没有找到沙尔的踪迹。上司只能按照程序进行普通调查，并且派遣了暴力犯罪调查组的马克一同协助。鉴定人员在搜查房子，警方找到了2段来自沙尔邻居家的监控视频。在案发时间，图灵看到一辆建筑公司的车停在了沙尔家对面，不过图灵还没来得及调查司机身份，就被告知案子已经结了。他赶忙来到沙尔家，从同事口中得知，沙尔给前夫发了短信。Hun troede åbenbart, at han skulle have datteren i weekenden. Okay. Er der nogen, der har talt med hende, eller? Altså lige nu sidder hun på et fly på vej til Paris. Og jeg har tjekket, der er trukket penge for en returbillet til Paris på en visakort. 前夫也撤销了报案，他们没有理由再继续调查。看到警方收拾好东西，一个个的离开，沙尔心头充满了恐惧。他试图发出声音让大家找到自己，可终究是徒劳无功。图灵留在了现场，马克则去往了调查艾玛案件的警局。
当时的线索墙保留得很完好。马克仔细查看每一张照片，他让人给自己手机上发艾玛的文件时，才知道案件已经被撤销。就在这时，一张黄色纸条吸引了马克的注意。负责案件的警员告诉马克，这是跟踪者发给艾玛的，而且儿歌是在艾玛失踪前几天发送的。Tæller til 1, tæller til 2, gider ikke mere med Emma den så。马克敏锐地察觉到了两个案件的关联性，他赶紧找到图灵，两人再度回到了沙尔的家。图灵给机场打了电话，得知沙尔并没有上飞机，这就说明有人想拖慢警方的速度，才用了瞒天过海这一招。马克敏锐地察觉到了沙尔给前夫发消息的时间可能就是个重要节点。图灵则回想起来，他发送消息的时间是12点半，那正是鉴定人员到达的时候。har gerningsmanden overvåget os? Har I talt med dem, der bor derovre? Det er dødsbo under renovering. 想到作案者可能就在对面监视警方的一举一动，马克和图灵赶紧来到了对面的房子。事态紧急，图灵拔出了配枪，十分谨慎地探查房子。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了一张正对沙尔家大门的椅子，还有扶手上的摩擦痕迹，以及椅子上干涸的血迹。还没等两人进一步分析，图灵就接到了电话，沙尔的遗体被找到了，他蜷缩着被放在了一个木头做的鸟巢中。鸟巢本是孕育庇护生命的意象，却被作案者用来放置遗体，用生命的符号反衬冰冷的离世，这预示着作案者自诩审判者的极端扭曲心态。于是警方进行并案处理。负责网络安全的图灵在沙尔的收件箱找到了一条视频，上面播放的是凶手正在朝沙尔家走的第一视角。在查找视频拍摄地的监控录像后，发现凶手处于监控死角中，而且发送的邮件和视频的 IP 地址都做了专门的处理，警方无法追踪。通过对2次现场的图片进行分析，马克得出了一个结论。Drabet på Sara virker iscenesat. Hun er blevet lagt i en rede, så vi skal prøve at finde ud af, hvad gerningsmanden prøver at sige med det. Med Emma, så synes jeg mere, det ligner, at gerningsmanden handlede i affekt. Begge kvinder har modtaget den her, en tælleremse. 鉴于艾玛和沙尔死前都被人跟踪，并且收到过儿歌短信，犯罪组的马克提议做一次跟踪筛查，看看有没有人有类似的情况。鉴于艾玛案是2年前发生，马克便找到了艾玛的母亲玛丽，想从她的口中了解一些具体情况。马克把一些照片摆在桌子上，上面除了有沙尔的照片外，还有他的人际网络。马克这么做就是想找到艾玛和沙尔之间的联系点，这样就能把案子给串起来。在仔细观察了一番后，玛丽一个人都不认识。他说自己的女儿交友圈很广，十分善于交际，所以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女儿的人际关系。不过玛丽提供了一条线索，女儿生前曾经有个男友奥马，在女儿死前，奥马一直和女儿纠缠不清，不知道他会不会是加害者。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一声巨响。原来这2年玛丽一直没放下艾玛，甚至连儿子都不理解玛丽的心理，甚至以此有了防御机制。只要玛丽一提起艾玛，她就会下意识以自己的方式反抗，这是丧亲家庭中典型的次生心理创伤。儿子因姐姐的离世被母亲长期忽视，只能用叛逆对抗，本质是渴望被关注，也为后续剧情埋下了重要线索。看到这一幕的马克突然說道： Der er meget, der tyder på, at det er den samme gerningsmand, som i Emmas sag. Vi er ved at undersøge muligheden for, at det kan være det. Vi er ret sikre på det. 要知道连环加害案的社会影响和单独一个案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这个消息被玛丽传出去后，警局面临的舆论是空前的，毕竟他们调查了2年都没有抓住加害者，还让加害者再度动手。可出于对玛丽的同情，马克还是这么说了。就当图灵和马克争辩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警方经过筛选找到了一个名叫安德的人，他的经历和2个受害者十分相似。他的手机收到偷拍照片，上面是自己哄孩子的画面。他气冲冲地跑出家门，想要找到偷拍者，外面却连半个人影都没有。就当他转身准备回家时，手机却收到了这么一条儿歌短信，数到1，数到2，不知他的长子是否也睡着了。对此安德没有多想，等到第2天他来到公司后，才知道偷拍者做了更过分的事。上司把安德叫到了自己办公室，让他看一封邮件，有人把这封邮件发给了公司的全体员工，下面还有一排字：Tælle til 3 og 4 nat. Andreas han er roer, mens barnet er glemt. 上司建议安德还是报警，安德却说早因偷拍者报警了很多次，警察认为这就是恶作剧，并没有重视。
而在现实中，近80%跟踪骚扰案件初期会被认定为民事纠纷或恶作剧，警方介入门槛高，加害者往往会利用这个空窗期，将骚扰升级为暴力甚至致命伤害。见状，上司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便让安德回去工作。只不过安德还没到达工位，就又收到了一条偷拍视频，看样子这是今早拍摄的，上面是安德上班前和妻子告别的视频。数到6，数到7，安德到处乱搞，跟小偷生孩子，这下安德彻底受不了了。他今天一定要解决掉偷拍者的事情。安德打电话给妻子，让妻子把家门锁好，自己要去往乡下的小屋。他想在那抓住偷拍者，好和偷拍者做个了断。可安德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一条死亡预言。有2名受害者在死前都收到了这条儿歌，两人赶紧来到安德的公司了解情况。因为偷拍者不停给安德发信息，所以他总是换号码。一时间警方还联系不上他本人。在这里，他们看到了那封邮件以及属儿歌的短信。上司用手机给安德的妻子打去电话，得知安德前往小屋后，马克和图灵便赶忙开车前往那里。此时的安德已经到达了小屋，就在他收拾柴火时，手机又收到了偷拍视频。这下安德忍不住了，他从手边抄起一根柴火就走向了屋外，大骂一番偷拍者后，那人并没有出现。安德回到小屋里，却发现壁炉已经被点燃。刚进门的他愣了一下，随即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加害者完美复刻了前2起案件的猎杀节奏，先通过长期跟踪摧毁受害者心理防线，再用这句短信宣告猎杀正式开始，全程牢牢掌控着受害者的生死。安德现在有些害怕，他开车想要离开，凶手却早就埋伏在这，把安德给电晕。等到2人来到小屋后，发现这里一片凌乱，让鉴定小组前来调查后，他们去找安德的妻子了解情况，得知安德和前妻苏菲的关系很紧张，再加之苏菲一直不肯让安德见儿子，所以安德一直认为苏菲就是那个偷拍者。在问清楚了苏菲的地址后，他们从苏菲的口中得知，当年安德和苏菲结婚时还很穷，在公司升职赚了大钱后，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并且另娶新欢。所以苏菲拒绝让安德见儿子，两人现在只通过律师联系。就在苏菲讲述着这一切的时候，安德就被绑在了他房子的对面，并且拼命挣扎着，这种绝望简直都要溢出屏幕。不过这次安德起初是幸运的，马克去孩子的房间了解情况，不经意的往窗外一瞥后，看到了对面不断摇晃的身影。他赶紧叫图灵前往对面，殊不知凶手就一直守在安德身旁。看到安德已经挣脱了束缚，他拿着短刀在安德脖子上狠狠划了一下。等马克和图灵赶到的时候，安德已经倒在血泊之中，没了声息。就在他们进行查案的同时，玛丽也在脑海中回忆着关于女儿的一切。她是学校里的老师，今天学校里举办篮球比赛，玛丽就在一旁观看。就在这时，她听到儿子说奥玛就在学校小卖部工作。于是玛丽前往小卖部，立刻询问奥玛关于艾玛的一切，这才得知艾玛在她之後交了一个新男友。Tror han var gift? Jamen, nej, det ville jeg da have vidst. Tror du selv ved det? Du var nok den sidste, du nogensinde ville sige det til. 玛丽这才明白自己也许真的不那么了解女儿。她来到女儿的房间，重新打开她的电脑，并且登录了社交媒体的账号，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线索。而忙碌一天的图灵回到家后，居然也收到了偷拍者发来的视频，看样子是安德案发时间的。他赶紧给马克打了电话，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刚挂掉电话，图灵短信铃声接着响起，想下来玩捉迷藏吗？本集里连环凶案再添一名受害者，加害者用诡异的童谣完成了又一场精准猎杀。图灵和马克终于触碰到案件的核心线索，却没想到自己早已成了加害者的下一个目标。于是警方大力排查跟踪案，又找到了一名潜在的受害者，他叫做弟弟。Hun har anmeldt sin eks for stalking, aggressiv adfærd og vold. Og der opstod en grænseoverskridende voldelig episode, da hun søgte hjælp i Center for Familieret. 而最近的2名受害者沙尔和安德也是在这里协议离婚。图灵认为家事司法局可能是2个死者的联系。为了证明这一判断，两人来到家事司法局，询问沙尔和安德是否见过对方，他们是不是由同一个专员对接。负责人在查资料后说，负责2个离婚案的专员并不一样。根据记录，2对夫妇来这的时间不同，应该不认识对方。见状，马克只能退而求其次，让负责人帮忙找到弟弟的住址。当他们开车来到这后，只有前夫皮特在这。他说弟弟早就从这搬走，皮特根本不知道弟弟在哪儿，只有去家事司法局，2人才会见面。最近一段时间，皮特甚至连女儿都见不到。眼看从皮特这问不出什么，马克和图灵只能回警局重新调查弟弟的人际关系。就在这时，图灵的父亲到达了警局，他是个退休的老警察。听图灵说，他最近碰到这个跟踪狂的案子。
Jeg til at tænke på den her gamle pædofilisag, hvor gerningsmanden også legede gemmeleg med offerne. 3 børn, misbrugt og dræbt. Det tredje blev fundet i en mose. Hvornår siger du det var? 92. 这虽然是30年前的事了，父亲总觉得这些案子中会有联系。在接手了资料后，警员也找到了弟弟的地址。看到图灵和马克走出警局，皮特立刻在车里坐直了身体。看到两人开车离开，皮特也立即跟了上去。就在这时，弟弟则是准备搬家。最近有人不停给他发偷拍短信，简直快把弟弟搞疯了。数到1，数到2，这个蕾丝边并非她老公的真爱。看到这条短信的弟弟赶忙坐到驾驶位，准备发动车子。就在这时，有人敲响了他的车窗，原来是马克找到了他。找了个地方坐下，弟弟聊起了他和皮特的婚姻。皮特是个控制狂，他在婚后仿佛把弟弟当成了私人物品一般，不仅决定弟弟穿什么衣服，还监视弟弟和谁见面，一有不称心就会对弟弟暴力对待。这种煤气灯式控制是家暴最隐蔽的形式，施暴者通过长期贬低、监视和孤立受害者，摧毁其自我认知，让受害者逐渐相信是自己的错，最终彻底失去反抗能力。所以弟弟才带着女儿逃走，可取而代之的则是无尽的偷拍视频和短信，快把弟弟给逼疯了。他不停换手机号和住址，却一点作用都没有。弟弟还十分肯定偷拍者就是丈夫皮特，图灵和马克却不这么认为。他摆出了前2个受害者的照片，他俩都离婚了，因为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伴侣。他们有孩子，都居住在大哥本哈根区。弟弟的情况也和这2人符合，所以图灵让弟弟好好回想是否见过这2人。如果见过，那是在何时何地？奈何弟弟也想不起来和受害者之间有无见面。鉴于皮特之前的种种行为，图灵帮弟弟申请了对皮特的限制令，还叫了2个警察保护他。在检查弟弟收到的偷拍视频中，图灵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这个视频是拍摄于皮特家里的。如果偷拍者是皮特，他这么做纯属多此一举，所以偷拍者只能是连环凶案的加害者，这是凶手最高明的地方。他精准利用了每个受害者的家庭矛盾，将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仇人，让警方和受害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身边人身上，自己则在暗处继续作案。就在图灵和马克进行案件调查的时候，第一个受害者的母亲玛丽却把女儿的房间搞得一团糟。看到房间里的凌乱，好友西亚走了进来，询问玛丽这么做的理由。原来玛丽从女儿的前男友口中得知，女儿在被害前还找了个男友，所以玛丽在搜索女儿的房间，试图找出那个人到底是谁。见状，西亚劝诫着玛丽，女儿已经离世2年了，她应该把这件事给放下，不让自己整日陷入到这种悲观情绪中。西亚的安慰看似让玛丽冷静下来，可在整理了情绪后，她又找到了女儿的朋友套话。Ved I om Emma var begyndt at se en ny dengang? Efter Omar? Ja. Tror jeg ikke. Nej. 在玛丽的一再追问下，女孩不小心说出，在女学生中有个名单，上面都是他们希望交往的对象。Så sådan nogle lærere på den liste. Lærer? Det var bare for sjov. 察觉了说漏嘴后，女孩赶紧转移话题，这却被玛丽记在了心上。之后，她便悄悄观察着女孩的举动，发现她确实和老师大雷走得很近。于是，玛丽便来到教务办公室，借口要查学生过往成绩，便成功要来了登录密码。玛丽用系统查到了女儿的课表，在通过对课表的排查后，发现了大雷的名字。大雷的留言更是让玛丽怒火中烧。看到这些的玛丽忍不住了，她直接找到了大雷对峙。玛丽问大雷是否和女孩有不当关系，那自己的女儿呢？到底是不是大雷杀害的？这里的争吵引起了骚动，校长把2人叫到了办公室，让玛丽平息心情后，承诺会对此事情进行调查。皮特接到电话，因为弟弟申请的限制令，导致皮特探视孩子从之前的每月3次变成了1次。皮特对此十分不解，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从而得到这样的对待。皮特的车就在家市司法局楼下，他打算当面质问弟弟，一解心头之气。他来到前台，好声好气地和前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鉴于皮特没有预约，前台按照规定不让皮特进去。眼看好话赖话都说遍了，前台还是不肯通融一下，皮特直接从车内拿出了步枪。他挨个踹开房门，不停地呼喊着妻子的名字。凄厉的警报在楼梯间回荡，警卫一边上报情况，一边朝着楼上奔来，却都被皮特开枪制服。北欧国家狩猎文化盛行，公民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合法持有狩猎步枪，这也是皮特能轻易获得高精度武器，且警方初期难以追踪枪支来源的重要原因。此时的图灵则是来到了皮特家里。虽然还不知凶手是谁，可皮特对于弟弟的伤害是真实的，所以图灵打算搂草打兔子，和皮特好好谈一谈。看到家里无人，图灵便直接打开了皮特的电脑，再翻看着他拍摄的照片。
一开始的那些还很正常，都是皮特给女儿的照相，后面的那些一看就是偷拍，而且皮特还在上面加了恐怖的特效。图灵意识到皮特肯定有点问题，他赶忙让警卫小心，并且赶往了家事司法局。负责保护弟弟的警察告诉他不必担心。他刚打开门查看情况，楼道中就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皮特推门而入。律师还想说两句好话，试图让皮特冷静下来。迎接他的又是一声枪响，皮特揪着弟弟的头发，把他拖拽着往外走。图灵也赶到了这一楼层，他一边疏散房间里的人，一边寻找着弟弟的踪迹。在拐角处，两人迎面相遇。图灵劝说皮特把枪放下，皮特则是用枪顶在了弟弟的脑袋上，压着他跪下。Seriøst, jeg skyder ind. Slip din pistol, siger jeg! Rolig. Nu smid den nu bare! Jeg gør dig ikke noget. Kom nu! Jeg gør, som du siger. 图灵试图说服皮特，没想到弟弟却突然把皮特顶了一下，皮特当即扣动扳机，哪怕腹部中弹，图灵仍旧挣扎着追了出去。在外面的大街上，图灵蹒跚着前行，他揭开身上的防弹衣，只来得及看了一眼伤口，便十分痛苦地倒在了地上，艰难地大口呼吸着。当马克到来时，看到的是一具被盖在白布下的身影。他小心翼翼地掀开白布，下面正是图灵的脸。谁也没想到，身为女主的图灵竟倒在了血泊中，提前下线。可嫌是冲动的皮特，真的就是那个用童谣索命的恶魔吗？警方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大搜捕，很快就在一个高速路口找到了皮特的车辆。可车上的皮特和弟弟却早已不见踪影。在对周围居民进行走访调查后，警方终于从一位出租车司机口中得到线索。皮特打车前往了一家旅馆，而这家旅馆正是他和弟弟举行婚礼的地方。弟弟被皮特死死绑在椅子上。经过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弟弟此刻深深明白，活命才是最重要的。他假装顺从皮特的所有意见，终于从皮特那里获得了一丝信任。弟弟借口要去厨房给皮特煮杯咖啡，实际上却在暗中观察有没有能逃生的窗口。就在弟弟四处张望寻找机会时， Jeg prøver bare at finde noget kaffe. Der må der være noget et sted. Giv mig lige 2 sekunder så. 看到皮特转身离开后，弟弟迅速在餐桌上找到了一把锤子。可就在这时，旅馆突然停了电，弟弟只能将锤子当作防身武器，一边轻声叫着皮特的名字，一边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朝外走去。就在弟弟因黑暗笼罩，心理压力濒临崩溃的时候，旅馆里突然响起了一首诡异的儿歌。 Peter, det er ikke sjovt, det der. 眼看皮特始终没有任何回应，弟弟只能摸索着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当他走到手机面前时，儿歌恰好播放完毕。当马克带着警察赶到现场时，看到的便是地上皮特和弟弟冰冷的尸体。法医经过专业鉴定，得出验尸报告，结论是弟弟被皮特杀害后，皮特选择畏罪自杀身亡。警方在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后，还找到了一把致命凶器。这把刀的伤口痕迹和之前沙尔安的2起命案完全吻合。再结合皮特在家事司法局制造的枪击案，警方认为所有受害者都存在离婚纠纷的表面关联，因此判定皮特就是跟踪连环杀人案的唯一真凶。可马克却对这个结论持不同看法，他总觉得真凶另有其人。在仔细查看法医的鉴定报告后，他拨通了法医的电话。 Når baghovedet mangler, så kan du reelt set ikke udelukke, at der udover geværet selvfølgelig også kan være blevet brugt en økse, kan du det? 法医对此表示有这种可能，但概率极低。见状，马克只能亲自寻找线索。他一遍又一遍反复查看皮特枪击案的监控，终于发现，在图灵倒地的瞬间，有一辆陌生车辆从他身边缓缓经过。这个发现让马克瞬间振奋起来，他立刻赶往旅馆，询问见证人员是否提取了门口的车辙印。见证人员却表示，门口是柏油马路，很难提取到清晰车辙，让马克不要抱太大希望。马克没有放弃，随即询问周边居民，希望能找到证明自己判断的目击证人。终于在一位男士口中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案发当天，他发现有一辆陌生车辆停在自己家门口，而且他从来没有见过那辆车。马克立刻拿出监控截图，询问男士是否能通过轮毂辨认出2辆车是否为同一辆。男士表示自己记不太清楚，但家门口装有监控，可以让马克把监控拷贝回去比对。马克赶忙将监控发给同事，并且叮嘱同事比对2个视频中的车辆是否一致。如果确认是同一辆车，就彻底查清这辆车是如何抵达这里，又如何悄然离开的。想到30年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案件，马克认为当年的旧案和如今的新案一定有关联。
便找到了当时审讯犯人的文件和录像，逐条逐帧仔细观看凶手描述作案的全过程。当年的凶手名叫图尔，作案时41岁，职业是一名卡车司机。最终图尔承认自己杀害了3名儿童。就在监控看到一半的时候，图尔哼起了那首儿歌。这下马克终于可以确定这些案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打算从旧案的人际关系入手，排查与新案的交叉之处。当年的案子，警方并未对外公布孩子尸体被放在鸟巢中，所以如今案子的凶手一定认识图尔，或者十分了解当时的案情细节，这样一来就能大幅缩小排查范围。据悉，图尔的妻子在11年前就已去世。根据当年办案警察的笔录，和图尔关系密切的只有一个鸟类爱好者邻居，以及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当马克把这些信息汇总后上报给上司时，上司却不想节外生枝，他让马克交出配枪，不要再参与这个案子，还做主给马克放了几天假，让他好好休息调整状态。马克嘴上答应了上司的安排，心里却没有放弃，悄悄让人比对旧案和新案的 DNA 信息。做完这件事后，他转头就找到了图尔当年的老师朋友，从老师口中得知图尔还有一个女儿。在他的案子案发后，他的妻子便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地方。至于那首儿歌，则是当地从小流传的民谣，这里的每个人从小都会唱。当马克找到图尔的邻居时，也许是太久没有与人交流的缘故，邻居看起来疯疯癫癫，说话也语无伦次。马克从他这里并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就在这时， DNA 比对结果传来了好消息。 Retsgenetisk tjekkede åbenbart Tørståls eget DNA. Og det er hans DNA, der matcher det, der blev fundet under neglene på Emma Holst. Det giver ikke nogen mening. Han er død for 30 år siden. Ja, så det må betyde, at vores gerningsmand er en nær slægtning til Tørstål. Og DNA'et viser fandme, at det er en kvinde. 马克终于确定，这不是简单的模仿犯罪，而是犯罪基因的传承。凶手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不仅是作案手法，还有扭曲的价值观和对审判的病态执念。现在有了确凿的证据，上司只能同意让马克重启案件调查，全力找出真正的凶手。就在此时，艾玛的母亲玛丽也从校长口中得知了当年的真相。大雷确实和高年级女生谈过恋爱，但那个人并不是艾玛。在艾玛去世的那天，有好几个人看到大雷的妻子来接他，当时警方还为他们录了口供，这意味着大雷有着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没过多久，警方就联系了玛丽，告知她杀害艾玛的凶手已经找到，心中的重担终于被放下。玛丽来到车库，准备把艾玛的遗物捐出去或是丢掉，她觉得心中的执念已经消散，是时候重整心情，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在车库里，儿子发现了一顶陌生的新帽子，保持优秀，妹子。家里没人知道这顶帽子是从哪里来的，不过大家对此也没有多想。处理完遗物后，玛丽和闺蜜西亚诉说自己的感受。玛丽本以为自己会如释重负，可这种感觉却从未出现，她只能安慰自己，该过去的总要过去。就在玛丽搬动艾玛房间的柜子时，一张纸条从柜子底下掉了出来，保持优秀，你的罗伊。玛丽瞬间想到了车库里的那顶帽子，他立刻登录了艾玛的社交账号，在访客记录里搜索罗伊的名字，却发现查无此人。用关键词保持优秀搜索，同样没有任何发现。玛丽突然想到艾玛生前曾做过兼职，她赶紧打开了艾玛的兼职时间表，果然有了重大发现。罗伊家照看孩子，艾玛、霍斯特。玛丽一刻也等不及了，她决定立刻找到罗伊当面对质。当玛丽敲响罗伊家的房门时，屋里没有任何应答，玛丽便从草坪绕到屋后，透过窗户往里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影。殊不知此刻正有人在屋里冷冷地盯着她。玛丽赶紧给西亚打了电话，说出自己关于纸条的发现。听到玛丽已经到了罗伊家门口，西亚赶紧让玛丽立刻离开。如果罗伊真的是凶手，那玛丽此时此刻正面临生命危险，玛丽最好的选择是先回家。两人一同商量对策，西亚说的有道理，玛丽听从了他的建议。回到家后，她在网络上不停搜索着罗伊的相关信息。就在这时，西亚走了进来，玛丽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发现，直到玛丽读到罗伊妻子的名字时， Gift med en Signe Bogen Møller。西亚突然动手，用电击器电晕了玛丽，随后将她带到了自己的秘密小屋。玛丽醒过来时，已经被西亚用胶带缠在了椅子上。西亚语气冰冷的让玛丽不用害怕，今天玛丽肯定活不下去了。西亚还提前帮玛丽写好了遗书，要把玛丽的死亡塑造成一场完美的意外。西亚声称他杀死艾玛只是逼不得已，他和罗伊本来有个幸福的家庭，还生了2个可爱的孩子，每一天都像活在天堂里一般。
所以西亚只能选择杀掉艾玛，来守护自己心中神圣的婚姻。马克对这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查到图尔的女儿曾经在少管所待过，便立刻赶去少管所询问情况，在负责人那里接过了档案。马克档案中找到了一张老照片，根据负责人介绍，照片上的地方就是图尔当年的作案现场。每当图尔的女儿有心事或者情绪低落时，都会去那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就在这时，警局给马克打来了电话。经过名字比对查询后，他们发现图尔的女儿早就改了名字，她现在的名字叫做西亚，并且在2012年嫁给了罗伊。更关键的是，西亚就在家事司法局工作，她就是通过这个身份认识了所有受害者。听到警局现在已经联系不上西亚，马克当机立断，立刻前往负责人所说的那间小屋。与此同时，上司带领着见证人员赶到了西亚的家中，他们在桌子上发现了多部手机，推测西亚就是用这些手机给受害者发送偷拍视频和骚扰短信。根据警方的进一步调查，西亚和罗伊曾有2个孩子，但2年前他们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除了西亚侥幸活了下来，罗伊和2个孩子都在车祸中身亡。诡异的是，根据屋内的情况判断，直到现在西亚还在坚持给孩子们洗衣服，更新孩子们的日程表，满屋子都充斥着孩子们仿佛还活着的迹象。这是典型的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西亚无法接受家人离世的事实，便将自己困在了过去的幻觉中，无法自拔。他的复仇从来都不是为了正义，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幻觉寻找一个宣泄的出口。而且在车祸发生后不久，艾玛就被人杀害。警方推测，这才是西亚真正的作案动机。在西亚家里的电脑中，他们还找到了西亚和受害者子女的互动视频。Jeg kan godt forstå, du er ked af det, Asger. Og du er vred på din mor. Det er også hendes skyld, at din familie er blevet ødelagt. 正是因为西亚的挑拨离间，才导致受害者和他们孩子的关系变得十分僵硬。就在这时，上司接到了一个电话，警方接到了玛丽失踪的报案。不用想也知道，这件事肯定是西亚干的。上司赶紧联系马克，让他务必小心。可奈何小屋所在的地方没有信号，电话里始终提示马克不在服务区。就在这时，小屋的门铃被人按响，西亚索性将玛丽推进了旁边的泳池中。马克表明自己的警察身份后，说需要查看一下西亚的身份证件。西亚没有拒绝，反而热情地邀请马克到屋子里稍作等待。西亚在包里反复翻找，找了半天也没拿出身份证。看到他走进房子里，马克便悄悄来到包旁翻动着。马克万没想到西亚会突然动手，他赶紧朝着屋外跑去。西亚则不紧不慢地跟在马克身后。路过泳池旁时，他还专门看了玛丽一眼，看到玛丽被绑住无法动弹，这才放心地继续追上去。玛丽则趁着这个间隙，挣扎着来到一旁的铁栏杆边，试图用铁栏杆磨开手上的胶带。先跑了一段距离的马克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西亚却悠闲地唱起了那首诡异的儿歌。眼看西亚距离自己越来越近，马克赶紧挣扎着爬进水中，希望借着树林的掩护让西亚无法找到自己。可西亚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对这个地方无比熟悉。马克在水中挪动的动静惊醒了树上的鸟儿，西亚仅仅通过鸟叫声就精准确定了马克的位置。哪怕马克躲到了码头底下，西亚还是像玩游戏一样轻松地喊道：马克自然不敢应声，直到周围彻底没有了西亚的声音，马克才小心翼翼地探出身来，却没想到西亚早就在一旁等候多时。两人随即在水中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面对早有准备的西亚，身体本就负伤的马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西亚死死地将马克按在水中，马克恍惚间看到西亚身边居然出现了早就去世的图灵。可当马克定睛一看，才发现那个人并不是图灵，而是挣脱了胶带的玛丽。他的心中既有对西亚杀害女儿的滔天仇恨，也有对自己被西亚欺骗的愤怒。他拿起身边的利器，一刀刀刺在西亚身上，直到西亚彻底没了动静。玛丽的行为属于典型的私刑正义，当法律无法带来真正的救赎时，受害者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完成复仇，也只有执行这种灰色地带的正义，才能让玛丽真正得到解脱，真正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鉴于玛丽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范畴，她可能只会被处以2个月的刑期，对此玛丽十分释然。此刻的她终于能够平静地面对一切。马克也拿着鲜花来到了图灵的墓前，连环命案成功破获，他终于能给牺牲的图灵一个交代。韩立第2季的故事到此落幕，但他留下的深刻思考却永远不会停止。那些被司法系统忽视的受害者，又该去哪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公道？我们下期再见。